大家好，今天这期视频是一个纯聊天的视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今天我想聊一下有关书店这个话题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消息，成都的一家有幸书店对外宣布即将结束营业。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家书店。现在这类独立书店我很少关注，更很少去，通常每隔3-5年都会冒出来那么几家。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了。这类书店在我的印象中更替是特别快的，大部分都是因为遇上经营困难、收支不平衡这类问题，才被迫选择结束营业。但是有幸书店好像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就想去看看，然后拍张照片纪念一下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，让我想起了最近这些年让我印象深刻的几家书店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第一家书店叫大理书呆子，位于大理古城里面的一家书店。我当时在那儿买过一本书，当时是一个晚上，我闲来无事在古镇里面闲逛，无意间看到了这家书店，然后当时没有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进去看了看。很意外的是，我看到了一本当时一直想买但是没有买到的书。我记得当时我是有电子书，然后为此我还特意去打印店打印了一本 A4 幅面的，看起来又丑陋又神秘的样子。所以当我看到那本书的时候，我特别兴奋。我打开简单看了看，品相不是很好，但我还是决定把它买下来。但是在付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。当时我身上的钱不够，然后书店里面没有提供手机支付这类选项，所以我就想找店员商量一下，让他用自己的现金帮我把书的钱付了，然后我再用手机把钱转给他。很遗憾被他果断拒绝了。当时应该是2015年左右，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手机支付，但是并没有像现在那么普及，而且也没有被那么多人的认可。后来店员告诉我他还有1个小时下班，让我回去拿钱，他等我。最终我只能急匆匆地跑回家去拿钱。大概40分钟以后，我花了90块钱买下来那本书，就是这本龙应台的《百年思索》。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，这家书店已经找不着了。然后书上有一个书店的印章，上面有网站，我尝试登录了一下，无法显示。第二家书店叫齐乐24小时书店，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一家书店。它是一家货真价实的24小时书店，我去过几次。书店总共有2层，1楼的地方有一片饮品区，我印象中红茶的味道还不错，可能因为我是冬天喝的吧。2楼有一片地方放了大概10套桌椅，供顾客看书用。这家书店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有2个，第一个是它2楼楼梯口的位置放了一套红色的俄罗斯套娃，我当时还特意拍了照片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这种套娃，所以当时印象还是很深刻。第2个原因是在我最后一次去这家书店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群大学生在拍视频节目，好像是和毕业有关系。然后当时他们拉着我在书店门口的椅子上录了一段对话视频，大概就是问一些比如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书店，这种24小时书店和其他书店有什么不同的感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。我当时还煞有介事的侃侃而谈，很幸运我后来一直没有看到过那个视频，要不然不知道会有多尴尬。后来那家书店搬去了成都3圣乡的某个地方，我没有去过，不知道那家书店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。第3家书店叫有幸书店，就是我最近去的这家书店，他们的名字大概长这样。前面提到，我现在对这种独立书店很少关注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，
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，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通常都是引进一些很常见的书，卖一些文创产品，比如布袋子、小饰品之类的，卖一些咖啡，然后偶尔邀请一些名人朋友来办一些讲座展览，基本上也都是这种形式。但即使是这种烂俗的形式，如果也不被允许的话，那我感觉这种烂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烂俗。我到书店的时候，书架上的书已经卖去了大半，有几个顾客在挑书，然后有几个人在结账。其中有一个小伙子，他是顾客兼志愿者，在帮忙拍照并登记售卖情况，看起来业务还不是很熟练的样子。外面的咖啡区有一群人和老板聊天，旁边架着录像设备，总体来讲是比较小的一个书店。我当时计划找一本摄影作品集，但是在书架上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本合适的。后来我在书架最上面那一层的角落看到了一本书，或者说是一套书，131。这套书是根据同名的视频对话节目整理来的，作者是同样做书店的许知远。书上有一个签名，我没有办法辨识，我猜应该是许知远的名字。书的外包装上有一层灰尘，想来平时应该是没有人关注这套书，毕竟131的视频节目在网上可以很容易就找到，声情并茂，远比看文字有意思多了。在书架上找了半天，我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摄影作品集，后来我就不得不买下了这本131。因为书上有签名，所以只能原价买，没签名的书可以打6折，这样的话许知远这个签名价值94.4元。为了找补一点回来，我结完账之后特意去找老板签字，想着留个纪念。这套书有4本，老板只签了2本，有点抠门。买完书以后，我做了2件以前很少做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是买了一杯咖啡，在书店外面的长桌边上坐了一会儿。书店里面有人一边挑书一边和老板聊天，还有几个年轻的志愿者在拍摄视频。玻璃窗边上放了一束花，里面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：一群人，一个片子，一本书，可以失去，可以毁掉，但无形的东西却会留下来。它不反抗，但你也不可能剥夺。愿上帝祝福你们。这可能是来自客户的善意和祝福吧。第2件事是找老板合影，这种事情我以前想都不敢想，总感觉很冒昧。后来我在一边做了几分钟的心理建设之后，最终还是开口了。老板一口答应，问我在哪里拍，我说都可以。当时我只是想和他留一个合影，做个纪念而已。然后他提议去书店外面的招牌下面，因为里面人比较多，有点乱。就这样，我平生第一次和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书店老板拍了合影。这张合影中间是一幅画，好像是一个顾客的小孩画的。画面的内容是一束盛开的杏花。离开书店前，我拍了3张照片，一张是书店的外景，第2张是老板坐在书店里面的椅子上，然后和边上挑书的顾客在聊天。第3张拍的一个应该是日常举办活动的地方，墙上挂着一幅书法，书法的内容是书店的名字。房间里摆了一个圆桌，还有几把椅子。当时灯是关着的，我没有好意思开，所以光线很暗。回家之后，我看着这套书，不禁在想，许知远这家伙经营书店那么多年，一直对外嚷嚷着生意不好要倒闭，但也还是坚持到了今天。满世界的找各种各样的人做谈话节目，依然安然无恙。难道是因为他外形油腻，喜欢烫头，喜欢穿尖头皮鞋紧身裤？我觉得可能还得是作家苟得更长远一些。以后有机会我要去他的书店找他合影，
这套书里面还有2本没有签名，我要去找他签名，所以我希望他的书店可以坚持得更久一点。在我即将发布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消息，有幸书店又可以继续营业了。不知道张老板看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？但不管怎样，书店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也是一件好事。祝有情书店生意越来越好，人气越来越旺。祝张峰先生一切都好。回家路上，我经过了东郊记忆，这个成都人都特别熟悉的地方。那里人头攒动，到处都是年轻的脸庞和很漂亮的店铺，一副很热闹祥和的样子。我在里面看到这样一幅巨型的标语，上面写着“党要干啥就干啥”，做一个齿轮和螺丝钉。左边是一句英文，大意是团结就是力量。